Long time no see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啊。距离我上一个视频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啊。那么过年期间刷爆朋友圈的这个神秘力量啊 ，DeepSeek 啊，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刷到过啊。那么作为一个新的 AI，它的这个火爆程度啊，给人一种要赶超 ChatGPT 的感觉啊。那么我过年期间啊，和我一个亲戚啊交流啊，发现他也做交易啊，他主要是做这个A 股市场啊，老韭菜了啊。然后根据他的自己的一些分享吧，他作为一个不会写代码，但是运用类似这种 AI 比较熟练的一个角度来看啊，他依靠这些 AI 的帮助啊，把自己的一些逻辑啊，通过AI 啊东拼西凑啊，竟然在这个 A 股的可转债市场啊做得还不错啊，可能也是因为可转债的因子开发上啊比较的简单啊，当然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些主观的感受啊，因为我是不会在 A 股市场去做投机的啊，我对于 A 股的这个成见可以说是已经无法撼动了，所以我们今天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啊去使用一下今年爆火的这个 DeepSeek AI 啊，那么 DeepSeek 它是换方量化在24年发布的啊，然后今年的1月份它是正式发布了R1模型啊，它的训练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啊，所以它的这个 API 也属于这个 AI 界的拼多多吧啊，物美价廉啊，可能这也是它如今啊能够在全球啊这种 AI 如此卷的程度之下还能引起爆火的主要原因吧另外就是我们国人啊使用这个 DeepSeek 啊，相比使用这个 ChatGPT 来说啊，它门槛值要低很多啊。首先它是免费的啊，并且使用它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一些复杂的这个网络环境啊，所以就非常的 nice。包括现在我们看新闻啊，就不管是什么领域啊，都能够跟这个 DeepSeek 啊沾边啊。另外毕竟它是这个换方量化它搞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蹭一蹭也不过分吧。当然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求这个 DeepSeek 来帮我打造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量化机器人啊，或者说是让它告诉我们换方量化的一些交易模型的一些细节啊，这都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啊，我觉得也不太现实而是从一个完全小白的一个角度去看一下，如果是一个对代码一窍不通的人，能不能只是通过 DeepSeek 啊来帮助我们实现一些量化上的逻辑啊，去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我们的想法而这个过程我是尽量的不去根据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去干涉它就是如果说他给的代码出错了，我也是让这个 DeepSeek 自己去解决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然后全程不手动去改代码有错也让AI 自己去擦屁股好，那我们就开始我这里使用的是一个第三方的平台这个硅基流动因为 DeepSeek 它这个官网反正是现在这几天就非常的卡，就跟这个春运的这个火车站是一样的就用的人非常的多非常拥挤所以我就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个第三方你们也可以对这个 DeepSeek 有更多的这个想了解的，也可以进网上自己去搜索我这里用的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硅基流动然后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免费的注册一个账号反正就是注册之后他就送2000万的这个 token 应该是直接注册就送或者说是你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注册链接去注册的话，它应该就是会给我2000万的 token， 然后给你也是2000万的 token这个都无所谓它相当于就是14块钱的一个额度也可以用挺长时间的然后注册之后，如果你想使用它的这个密钥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新建密钥这里就是如果你想使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去接入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里的密钥如果你想简单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注册之后直接去点左上角的这个模型广场，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模型我们这里就选这个671选这个16块钱的就是最贵的又是用不起然后点击这个在线体验这里就是DeepSeek R1，相当于是我们开了这个深度思考官网开了深度思考的这个模型这里是它的这个对话的窗口好，我们这里就可以跟他聊天比如说我们说给他一个指令你现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MQL5 量化开发者MQL5 的，给他指令一下我们需要的这个编程语言，然后请问 BTC USD 适合什么样的交易策略？我们让他教一下我们好，点击发送，然后他开始思考，思考完成之后，他会给出他的结果。好，这是他给出的这个答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考虑到 BTC 的高波动性和24小时交易的一些特点，然后给出了6种策略第一种是这个 Moment 动量突破策略他这里还加入了这个肯特纳通道的一些判定肯特纳通道的话 MQL5 它是官方是没有自带这个指标的，所以需要使用这个 custom 自定义的指标这一他都知道然后
哎，第一种它这个序号标错了啊。第二种的话是这个机器学习的啊，机器学习 MQ15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库的啊，它这里我感觉应该是没有给它明确啊，给的不明确啊，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掺杂一些 Python 的代码啊，自适应的、高频微观的啊，这都是 Python 的代码。然后这里是什么熔断？熔断它这里应该就是桌档的熔断机制啊。然后还给出了一些回测的一些建议啊，要使用这个数据啊，然后使用这个 Workforward 啊进行优化，70%的验证啊，70%的训练数据，30%的验证啊，然后要加入压力测试。然后这里的成本的话，我们是使用的 MQ15的成本的话，它就不是这么去计算的啊，手续费也不是这样计算的啊。我们这里给他说清楚一点啊，请使用 MQL5实现代码，实现一个趋势跟踪策略，在 BTC USD 上啊，我们给他说清楚一点，不然他会整一些其他的啊，趋势跟踪在 BTC USD 上啊，并且如果要使用指标的话，请使用 MQL5自带的指标，这样就省得我再去还要去网上下载啊，我们直接用自带的啊，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出一个可以直接运行的一个策略啊。赚不赚钱先不说啊，就能不能这个代码要准确啊。好，一顿思考啊，一顿思考之后给出了答案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逻辑啊，它是使用这个双 EMA 来判断趋势啊，使用 ATX 来过滤趋势强度啊，只有大于25的时候才确认为有效趋势。然后进场的信号是双 EMA 的交叉啊，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啊。然后风险的话，这里是止损和止盈。好，我们直接把它这个代码复制到 MQ 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啊。然后我们点击菜单栏上这个 IDE，然后我们给它选一个位置，新建一个 MQL5文件啊，给它叫做DeepSeek 啊 test。好，我们把代码直接复制粘贴进来，编译一下。好，不出所料啊，是出现了4个错误啊。它这里使用的这个 order_send 啊，有问题啊。然后我们不改代码，我们还是给它复制一下，告诉他，你给出的代码有错误。然后我建议使用 MQL5的 C-Trade 类去做交易下单的实现，不需要给出完整的代码，只需要给出我需要修改的地方。哎，我们不要让它再重新来一遍啊，那样的话很费时间啊。我们只需要让它告诉我们改哪里就可以了。好，这是他给出的一些修改建议啊，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添加头文件引用，我们直接在最开始的地方这里，然后替换开仓逻辑，也就是原来的这个 open position 函数。我们看一下啊，删除原有的 order_send 的相关的代码，改为，它是什么意思？改到这里吗？type 等于 order by。算了，他给的这个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啊，我们直接给他说啊，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请直接给出修改后的完整代码。好，他直接给出了修改之后的啊，然后直接全部复制，粘贴编译，这不还是有错吗？哟，他没有给完啊，没事啊，我们从上面粘一下啊，就这2个函数啊，
编译一下。哎，有这个 close position。有的。好，我们再告诉他一下吧。请给出修改后的函数内容。哎，让他写个平仓函数，写这么一大堆啊！我看一下啊，不看了，我们直接复制，然后粘贴过来，编译一下。好，代码虽然多啊，但是也都没有出错啊。好，我们编一下，我们再确认一下它的逻辑啊。它的逻辑是双 EMA 来判断趋势方向，然后 ADX 来过滤趋势强度。当这个快线 EMA 上穿慢线的时候，并且 ADX 大于25的时候去做多，反之，下穿越的时候去做空。然后是基于这个 1.5 倍的 ATR 去计算止损，然后止损金额就是账户余额的 0.5%， 止盈的话设置为止损距离的3倍啊，也就是3倍的盈亏比啊。然后动态止损使用 SAR 指标来进行移动止损啊，然后每根新注的时候会去更新止损位。OK， 我们编一下。好，我们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它究竟写的对不对啊？好，我们选中这个 EA， 然后我们给它 BTC、USD， 然后回测时间的话，我们就回测去年的吧，2024年，2024年至今。然后其余的就先不改，然后这个的话，参数这块我们也不改啊。好，我们把这个可视化模式给勾上啊，我们检查一下逻辑是否是正确的啊。一年的时间跑下来都没有一个开仓的操作啊，包括日志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进场的一个信号出错一个日志啊，所以我觉得它代码可能还是有问题啊，我们让它自己检查一下啊。你给出的代码有问题。在我回测了 BTC 完整的2024年的历史数据之后，没有开出一单、多单或者空单。MT5 的日志中也没有任何开单逻辑的日志产生。所以，请你检查一下你的进场信号是否正确。我会贴出完整的代码，请把修改后的代码直接给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它修改之后的结果对不对啊？计算头寸。哎呀，这个费劲呢，这又出错了，未定义啊。这有个警告啊，警告倒是无所谓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的开仓啊，真是太费劲了啊。我们看一下，哎，是有开仓的啊。我们看一下开仓的是否正确啊？我们找一个多单。
哎，这怎么是做多呢？这有空单呢。它这里跟它最初的逻辑是完全倒置了呀。交叉之后，然后 ADX 要大于25，然后使用 A7R 作为止损，它这完全倒置了啊，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啊。你给出的代码多空信号做反了，做多的时候下了空单，做空的时候下了多单，请修改。好，我们看一下它修改的啊，它这怎么还要允许 DLL 呢？没必要这么复杂吧？好，我们看一下 on 这个方法，其余的保持不变，修正信号的判定。我们看一下啊，信号的判定 uptrend、downtrend。怎么感觉这样修改之后会出错呢？那这里的 uptrend 和 downtrend 的判断还有什么意义吗？它好像也没有改什么呀。算了，不管啊，我直接给它粘过来了啊。uptrend、downtrend，但是这个 ADX 还是需要的呀。他把 ADX 搞哪去了？这不报错了吗？还是 short？有这个东西吗？position 还是 long？我感觉他又去参考最上面的一些交易逻辑了。哎呀，这个烦人呐！short long 啊，他只需要把这两个交易条件倒置一下就行了，就金叉和子叉的判定条件啊。但是我觉得它代码里面可能还是有问题啊。好，今天我们就尝试到这里啊，吭哧瘪肚的搞出了一个看起来能交易的 EA 啊，但是里面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啊，代码里面。首先这个交易笔数啊就非常的少啊，奇怪的少啊，并且这里的这个交易量啊，交易手数的计算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啊，它的仓位太大了啊。反正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你说它能写吗？能写啊，但是只能写一点啊。可能也是因为 MQ15 代码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像 Python 那种非常大众啊，用的人非常多的一个编程语言，所以可以提供给这个 DeepSeek 它参考的这个原始资料可能并不多啊，所以即便是我们这里使用它的深度思考2.1模型啊，它给出的这个答案啊，也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判定。你要说是完全的小白啊，只是依赖这样的 AI 去写的话，可能就有点费劲了啊。说实话，如果需要我们自己去全程做判定的话，自己去修改的话，我觉得那还不如啊，我自己花时间重新写一份啊，那可能来得更快一些啊。他的这个思考时间太长了，靠他憋出一个策略，这个比特币都经历3次牛熊了。你们最终看到这个视频啊，可能时间会比较短啊，但是中间因为中间我会剪掉大量的他思考的这个时间啊，如果加上他思考的时间啊，这个视频就非常非常的长了。反正我现在是没有耐心了啊，我的屁股都坐疼了。好，那就这样啊。
还是那句话啊，目前的这个 AI 啊，我觉得都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啊。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啊，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的替代啊。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去解决一些非常常规的一些问题。当然啊，也跟我今天的使用方式有关啊。如果我是提前给它喂入很多我们自己写的已经成型的这个策略源码的话啊，说不定啊，它也能够写出非常非常正确运行正常的这个交易策略啊。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尝试吧啊。好，那就先这样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